因为我能理解啊，就是比如说借用妈妈的口吻来表达，但是我觉得王珏可能和她妈妈是朋友的那种关系，对，她可能有一点像跟闺蜜分享心事，想听闺蜜给我参谋一下这个感觉。对对对，应该是。我想跟你做番茄炒蛋比赛。那要选一天时间。周四。周四。可以吗？可以。那就周四都早点回来。赶在他们回来之前把这两个做好，放在那里。对。好。不能有明显的，就你说你放很多辣椒一样。我不会在番茄炒蛋里面放辣椒的。番茄炒蛋总不至于放辣椒吧？我不会。但是你不是说你喜欢吃重口味的吗？但是我做出来跟你做出来的口味完全不一样。因为你会放糖。我会放糖。我们可以玩一下那种2选1的东西。好。豆浆加糖还是不加糖？加糖。加糖。汉堡还是三明治？汉堡。汉堡。那鸡腿还是鸡翅？鸡翅。晚睡还是早睡？晚睡。晚睡。谢谢。小羊叫进去。我发现你也挺喜欢蓝色的，就你的穿衣上面，就这几天蓝色出现的频率非常的高。是啊。好看。我想吃这个。吃吧。我小时候喜欢吃那个糯米饭团。我也喜欢。这有那个过年不是有那个八宝饭？糯米饭肯定是放咸的。疯了吧！糯米饭肯定是甜的啊，里面肯定是豆沙。榨菜。豆沙。榨菜。我知道你说的是那种早餐。对，早餐。榨菜和肉松的那种。榨菜肉松。糯米饭卷。那个什么柳，里脊柳。你看糯米饭就应该配甜的，你看你这个东西不是甜的吗？对啊，这样很好吃啊。对啊。但是，如果按早饭来说，就那个量，一旦到饭团这么大的量，就腻了。我不怎么吃早饭。不怎么吃早饭。我以前从来不吃早饭，但我发现就是年纪往上了不行了，对肠胃太不好了。所以现在我会吃一点面包、蛋糕之类的东西。你上班一般是几点钟？8点45最晚到，8点45。我8点20起来。我很厉害的，我跟你讲，我做事情很快，我出门超快的。我起来之后刷牙洗脸，我5分钟。我差不多。差不多。我刷牙洗脸就出门了呀。我头有时候都不会梳好的，我就是披着头。我想象不出来。对，你还记得，就是刚进小屋的时候，你给我做了那个粽子那个早饭，我出门的时候我还戴了帽子和墨镜。我鬼鬼祟祟，不知道你要去干什么。我平时从床上我是那种闹钟一响我不会赖床的人，我是有事情我立刻弹起来，就是2秒钟之内弹起来。我是把时间都规划好的，比方说8点钟要到。我往后减，往后就是需要多长时间减多少钟，然后呢很精确。对，就是中途通勤要多少时间减掉。对。然后就给自己起床留个5到10分钟。对，我也是。然后如果说我8点20起来的话，我会设一个8点20、8点22、8点25闹钟，然后25分必须出门，那个25的闹钟也会响。我刷牙洗脸的时候我就开始打车，然后我刷牙洗好脸直接下楼就上车，然后就走了。那你午饭呢？午饭是有食堂的。哦。但是我有时候中午自己点外卖了。我比你要睡得早一点。啊？我比你睡得要早。我如果超过12点没睡，第二天无精打采。这样是好的。我的理想状态是12点前能睡着。这肯定是大家的理想状态。吃饭吗？
吧，走吧。哇，这么高蛋白。增肌的一天。咋样？累晕了吗？有点小辛苦。我怕你身体有点。还好，但是很过瘾。很久没潜了。嗯。你最喜欢哪个？我其实最喜欢冲浪。为啥？因为我觉得跟我理想完全不一样。就最有挑战的是冲浪，但你最享受的其实是，水费。这有挑战。嗯，挺好的。又种草了一个。很用心，很用心。我今天很多朋友，我都会去种草他们去潜水吧，去潜水吧。到时候可以一起。你为什么喜欢潜水啊？我觉得它可能也是我的一个逃避的方式。逃到海里去。对啊，就是，比方说你真的在城市里，真的就是很多时候在工作里面，太多不开心的事情啊。当你一直待在水里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旁边是非常安静的。就是当你真的坐在海底那一刻，你面前是甚至有很多鱼、很多生物，然后旁边也有很多珊瑚啊，然后背后可能是很美的一片景，然后你面前甚至是一片深不见底的悬崖，然后你就坐在那个斜坡上，然后就在那发呆，然后你再往上看，就是你的气泡往上冒，然后看到你离海面下面又很深嘛，就感觉整个人好像已经脱离了这个世界。其实我今天有体验一下你刚刚说的那个，就是坐到底下的时候，我有抬头往上仰，然后看到有泡泡。对啊，就看到那个泡泡呜往身上嘣儿就炸了。有时候我觉得我刚刚学了一下冲浪，我都觉得我挺厉害的了已经。我就很勇敢了。我第一遍的时候，你刚刚把我头掰过去的时候，我把你摔着，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，就你保护我嘛。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觉得第一遍那么害怕，然后第二遍很勇敢。我觉得每次突破，就这种小的突破，我都会放大。我觉得其实我挺厉害的。对，直面冲突，直面自己内心的恐惧，所以我觉得很棒。所以站在我的角度上，我眼里的你是什么样的？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人。所以我觉得潜水这个事情还挺好玩的，就很像感情的状态，就是要互相信任。它一定是需要一起去解决问题的，因为就是你像之前我在水底下遇到很多问题，就特别像流，那个流的力量很大的，你在海里面你是没有办法对抗那个力量。有一次记忆很深刻，就是我抓着下面那个人，下面那个人抓这个珊瑚，然后我俩就这么跟他飘着。我当时第一次觉得，就真的是那个潜伴他救了我一个命。过命的交情了。那是，确实这件事情会让我变得有责任心一点。是变得还是唤醒啊？遇到的问题也不一样嘛，就你在那里遇到是一些生命的问题，但是生活中遇到一些感觉你好像是觉得不痛不痒的问题，但实际上那些问题都需要去被解决。那是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呢，不然你觉得一个潜水就能改变一个人吗？万一你下次去试试。我去过海里，我都是把自己直接交给陌生的教练，然后他给我套个救生圈，就把我拉过去了，就这种。所以我觉得还是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吧，只是这个事情可能一下唤醒了，就像我选择现在这个健康赛道一样。吃你喝吗？我就喝一口汤吧。
其他的一点不要。好吧，菌菇什么也不要。可以，要不尝一个？可以，你尝一尝。谢谢。谢谢。这可以再加汤再煮的。但会不太入味儿。啊，完了，完了，我开错锅了。天哪！我说这怎么一直不动呢？我真服了。还好它下面有水。我说它这个水怎么一直不滚呢？我这已经烧开了。还要加盐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尝过，要不我喝喝看。你喝喝看。咸吗？没有咸，不知道我咸就是。你怎么拿鸡精啊？不能放进去。这盐，加点盐可以了。哦。提鲜，要加吗？稍微加点吧。喝点淡的吧，少喝点咸的吧。就我放的很少，调料这些，你不要热。冬瓜也不要。有冬瓜吗？有啊。哦，菌菇可以。菌菇。冬瓜油脂它已经煮成这样了，就看不出来。我先回去喽。啊。哦，好。